就把这人就是扔到岛上，然后就不管了，所有人全走，就是哪里需要我就往谁叫我就行了。承上启下，忙内是什么意思？你们上这个节目就完了，你们要上这个节目，这个节目就得天天就得勾心斗角的。虽然想到了肯定会吃苦，但是没想到这么苦，没有想过怎么去保持帅气，真的没想过。亚轩嘛，比较腼腆，一开始的时候，然后慢慢接触下来，觉得哎，其实他挺好玩的，挺搞笑的，有的时候。这是我的岛，欧豪专访。优酷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欧豪。录制到现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累，也很有趣，很刺激，挺好玩的。那咱们这个节目最吸引你的点是什么？就是海岛生活啊，因为大家都在城市里生活除了可能喜欢这方面，喜欢探险，喜欢这方面，这种文化的，会去追求这样的，但其实我们平时工作都是很难有机会，能够去体验得到。刚好有这样的一次机会。通过这几次的海岛体验，觉得自己还有哪些方面待提升呢？体力、想象力各方面吧，都需要提升。真把你扔到海岛上面，可能得需要我们现在10倍的各方面的能力，才能够真的在那儿能够生活得了。岛上你最喜欢和最害怕的东西分别是什么？最喜欢就是大家休息的时候可以坐那儿聊聊天、发呆，可以就很轻松的时候，面朝大海，你不用去想太多的事情，因为那个环境还是很舒服的，纯天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。我们在城市生活惯了，突然到这样的一个地方，可以让你完全换一种心情跟思维，以及生活习惯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。最害怕的其实无非就是没有水跟食物，我觉得其他我们可能都好解决。你要付出劳动去搭建，要去怎么样，我觉得都可以但是前提是你得有水跟食物能够支撑得了。大家都说你是硬汉派小生，那你觉得硬汉在海岛上的最大优势是什么？就你得够硬，要不然你生活不了。我觉得所有人都一样。比较重要的一点，大家要有比较强大的意志力跟那个内心的支撑。听说来之前还是找父亲请教了一些相关的知识，是吗？对，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在海岛上面生活，但是跟这种岛还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是正儿八经海岛，很多吃的喝的那些基础设施还是很完善的，而且这些食物啊什么也很富足。但是你到了一个荒岛上面就是两码事了，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得靠你自己来解决包括你的房子、睡觉的地方、厕所、做饭的地方、找吃的、喝的各种都得自己来。所以请教的是以前像父辈他们以前相对于比较匮乏的时候，他们是如何掌握这些捕鱼的技巧，如何在这个环境底下去就是适应所以简单了解了一下。之前拍摄21天，其实有求生、分配物资、寻找水源相关的剧情，这样的拍摄经历对你在海岛生活有什么帮助吗？会有一些，比如说如何去蒸馏水，但是它不太一样那种是极端环境，跟海岛生存还是不一样的。作为弟弟里的哥哥，哥哥里的忙内，来录节目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忙内是什么意思？忙内就是一个团队里最小的，就是哪里需要我就往谁就叫我就行了，承上启下。跟哥哥们的相处和跟弟弟们的相处有什么不一样？其实到了岛上面生存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很多时候弟弟们可能比哥哥们还成熟会更有担当。大家既然在一块生活，所以我们就是一个集体，其实大家可能每个人就是分工不同，但是力量是一体的，所以就是互帮互助吧不一定是哥哥们就是照顾弟弟，很多时候弟弟们也照顾哥哥们。你觉得在弟弟们里面比较照顾哥哥们的一些瞬间有哪些呢？打比方说，
那个我们造船的时候，弟弟们就要比哥哥们就是要更，就年轻的时候那种战斗力会更强。对他们，为了集体的目标，可以非常的勇敢，不顾一切的去争取，这个队想要的。很多时候，男孩也是其实不分年纪，可能有些事情相对哥哥们可能会经历的比较多，考虑的更周全一些。但是弟弟们的行动能力，他们的思维能力，有时候会更广阔一些。此时此刻，最想对节目组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别太狠了，别太狠了，环境比较恶劣，稍微对我们好点。如果说你成了我们节目的 PD， 你会利用这个岛屿做什么样的节目或环节？我就把这人就是扔到岛上，然后就不管了，所有人全走。这样的话，可能录1天就可以了，大家晚上就集体就放弃了。最后说一个让大家必须来看《这是我的岛》的理由。很不一样，很有意思啊！我觉得就是大家看了这个节目，说不定就会对这种海岛生活、野外生存这种跟我们平时生活不一样的方式会感兴趣。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海岛测试。情景是一觉醒来，你发现自己被放逐到一个海岛上，周围荒无人烟，你对这个未知的地方充满不安，让一位好友陪你，你会选择谁？让你一块儿。我觉得我选迪哥吧，因为很多时候海岛会很闷、很无聊啊，除了干活就找吃的、找喝的。但是有一个人可以让你随时随地都觉得哈哈大笑啊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就会让你的生活没有那么的单调以及无聊。你们2个人相互扶持，顶着大太阳走了1下午，碰到其他2位小伙伴。这个时候面前出现了一瓶水，这瓶水只够3个人喝，但你们有4个人，你会怎么做？一瓶水不可能只够3个人喝，所以一定是可以4个人的，不管这水是多少。此时草丛里传来异动，原来是匹野狼。你们需要有一个人留下拖住野狼，其他3个人顺利逃脱，会选择留下谁？迪哥留下来跟野狼一块跳舞蹦迪。你们3个成功逃脱，打算找地方过夜，发现有一张兽皮只够2个人盖，你会给谁盖？大家都别盖了，把那个兽皮垫在底下吧。你这老是选择让大家分崩离析，你们不适合上这个节目，你们上这个节目就完了。你们要上这个节目，这个节目就得天天就得勾心斗角了。一位伙伴因为体温过低，只能留在原地，其他2人继续寻找出路。这个时候救援直升机来了，只能带走2个人，你们会回头找他，还是自己先走呢？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一定是让伤者先走。我觉得如果怎么着都会留下2个同伴，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留下2个同伴等待直升机来，你不能什么都留下迪哥，迪哥招谁惹谁了。这是我的岛侯文元专访。优酷全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侯文元。请用3个表情来形容一下录制到现在最大的感受，并分别解释。那第一个表情应该是开心，就是刚刚第一次上岛之前，充满了期待，很开心。然后刚上岛的表情应该是就有点懵，就是不太适应，有点懵。然后经历了几天的录制之后，应该表情包就是困，对，就是想睡觉，想休息。现在知道马上要下岛的表情呢？那就是兴奋。这也是您的综艺首秀，当初接这个综艺时吸引你的是什么？最吸引我的地方肯定是荒岛生存嘛，就想，哇，可以远离城市，去到一个小岛上面，享受阳光沙滩。来了之后发现和想象中，还是有些不一样的。虽然想到了肯定会吃苦，但是没想到这么苦，真的全部都来正格了。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岛上录制期间的几个瞬间吧。首先是最开心的瞬间，最开心的瞬间应该是在经历了2天比较不太适应的情况下，通过我们的玩游戏赢了比赛，然后可以回到酒店，躺在床上那一瞬间就是久违了。
对，最崩溃的瞬间，最崩溃的瞬间应该是，第一天晚上上岛，睡在帐篷里面，然后睡不着，那个瞬间其实有一度想要，是不是我下岛吧？我不知道，不太适应，可能不太适合我。对，第一次录制之后，你发了2张上岛前后的对比照，大家都说上岛之后侯文元眼里没有光了。当时是特意为了留念拍了这样反差的照片吗？啊，对，就是为了留念，但是也没有去看眼神里有没有光。但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，确实是如此，变化还是挺大的。虽然只经历了几天，大家都说你很注重形象管理，那上岛之后偶像包袱还剩多少？我自己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，可能是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吧。没有想过怎么去保持帅气，真的没想过。可能刚刚上岛的时候还会想一下吧，但是越往后越没有想考虑这个问题了。你觉得自己在团队里是什么担当啊？大家好像都说我是力量担当，那我就接受力量担当。说到力量担当，路透中有拍到2个弟弟公主抱你，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？好像我们在开玩笑吧，我记得问你有多重，但是就是说试了一下体重，然后就感觉弟弟们都很有力量。这次跟时代少年团的弟弟们一起录节目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就是很开心，然后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很多阳光积极，就看到了很多我18、19岁的时候那些曾经的影子，特别开心。然后能交到这些朋友。我上岛就跟耀文一直在叶子林嘛，建设我们的小家。对，所以我们2个相处的时间比较久一些。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？我觉得对他的印象改变应该还蛮大的，因为刚开始是不了解嘛，然后慢慢的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积极、特别善良，也是一个很开朗的男孩。哪个弟弟给你留下的印象比较深，或者谁的反差比较大？亚轩嘛，比较腼腆，一开始的时候，然后慢慢接触下来，觉得其实他挺好玩的，挺搞笑的，有的时候。是哪一种幽默？我感觉他说话有点就是慢慢的，然后挺可爱的。这是 battle 上了，孔雀东南飞。假如真的有海岛求生淘汰赛的话，你觉得所有嘉宾中谁是在岛上活到最后的人？觉得迪哥吧，因为我觉得迪哥的适应能力很强。他一上岛，我记得我们第一天，很多人都第2天早上起来聊天的时候根本都睡不着啊，不适应。但迪哥就是在哪儿一躺着马上就睡着，佩服，我们要向他学习。如果封神剧组集体上岛的话，你觉得会是什么样一个情景？你可以畅想一下。那应该有很多回忆吧，应该跟我们曾经训练营的很多经历很类似吧。早上4点半开始起来跑圈什么的。剧组里谁又能在荒岛上活到最后呢？哇，这个问题好尖锐啊！那我就选择我吧，我觉得我能活到最后，有经验了。根据这几次录制的观察，你觉得所有嘉宾中谁最符合以下标签？首先是 I 人。I 人，我想想啊，还是选亚轩吧。下一个 E 人。迪哥吧，因为我们经常在累的不想说话的情况下，但迪哥一直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。对，小孩哥呢？小孩哥，那我选丁吧。丁给我的感觉还是，有这个感觉。特种兵我给龙哥，特别全能，特别无敌，给我们的感觉。最后一个颠公，那我选我自己吧。对，我觉得我精神状态在那个岛上经常很分裂，有的时候很开心，有的时候又很郁闷。对，上岛的时候带了一个枕头，算是很实用的东西，有派上用场吗？有啊，我就是因为睡眠不太好，然后有个自己平时舒服的枕头的话，在岛上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这次录制期间有拍摄一些好看的照片吗？有啊，就刚上岛的时候，第1天我记得我跟耀文经常就会拍照，但是后面慢慢的，因为可能有点累了，也就不拍了。对，你的拍照技术获得了很多的称赞，有没有小 tips 可以分享给大家呢？我的拍照技术得到了大家的称赞，好像还没有啊，我没有，不能。最后是一个海岛测试情景题，你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被放逐到一个海岛上，你对这个未知的地方充满不安，要喊上一位好友来陪你，你会选择谁？选择一位好友来陪我。
我选迪哥。2个人相互扶持，顶着大太阳走了一下午，碰到其他2位小伙伴，这时面前出现一瓶水，只够3个人喝，你会怎么分？我们4个人为什么要3个人喝呢？我们1个人喝1小口就好了嘛，我就把它分成4份啊，为什么一定要分成3份呢？那我不喝了，那让大家喝，好吧？此时草丛里传来异动，原来是匹野狼，现在需要1个人留下拖住野狼，其余3个人就能顺利逃脱，不然就会命丧于此。你会选择谁留下来？我留下来。你觉得你能斗过野狼的成功概率是多少？应该是没问题的，1只2只没问题，只要不是老虎就行。